天地，因为一己私欲，挑起3界大战，罔顾生灵，不配为仙，更不配统领3界。放肆！纵今日我2人身死，天道不亡，列作正仙，绝不可任此罪孽滔天之人再颠倒黑白。影渊竟然用怨刃击破了天门！走。颜丹，姐姐，这是血藤丹，可助你们调理心脉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我无事，你们快走吧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是来助你们的。姐，姐，你干嘛？快回来！回来！姐，直系会永远保护颜丹。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啊！姐，姐，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回来啊，姐姐！姐。
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八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九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把仙血全都收集回来了，我的惩罚便是芷溪跟颜淡从此以后再无生离，只有死别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颜淡，是我。进来吧。颜淡，对不起。若我没有替天帝做伪证，你们不会遭逢此难，芷溪仙子也不会牺牲。我因一己私欲伤害了你们，此事万死莫赎。待救出玄香，我便向你们谢罪。就算没有你，天帝也不会放过我们。你为了我们也受了伤，你没事吧？经历这么多，你还这样关心我。颜淡，以后我可以做你的姐姐吗？我想替芷溪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仙魔大战中，我曾亲见，甚至亲历了无数生离死别。世人皆有一死，但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刻，感受却是大不相同。其实，能为心爱的人死去，亦是幸事。我认为爱是天长地久的陪伴，是无法割舍的牵念。若能够欣然接受这种幸运，怎么能配称之为爱呢？你说过，只要我帮你，就将我的功绩报上去。为何此番天机阁应试入选的人是你？小小鸟族，与稳固神庙的鲛人族乃一路货色，只配做打扫仙室。尔等卑贱出身，怎比得上我天生人胎的仙族？为我所用，是你的福气。长师同我说过，禽兽小族登不得台面，用作跑腿嘛，倒甚是顺手。其实啊，长师从未考虑过晋升你。
既然被你看到，如何处置？悉听尊便。以出身论人者，死有余辜。既要毁尸灭迹，便应该做到天衣无缝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很像曾经的我。世间每一种爱是不一样的，你怎能断言这不是爱呢？陶姐姐，柳维阳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与你团聚的，你们不会再受生离之苦。其实这几日，我想独自去寻玄香，只因昭兰的阻拦未能成行。他设下的结界，切断了南海与天庭的一切信道。也许是担心我打草惊蛇吧。昭兰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天帝在外面布了天罗地网，外面很危险。你要记住，只要你好，柳微阳自然也会好。我听闻此结界乃云墨所创，可南海这样大，真的能保证毫无破绽吗？云墨好歹也是个九旗，他设下的结界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此便好。可久居南海总不是办法。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现在没有心思想这些，等云墨醒了以后再说吧。云墨哥哥，云墨哥哥，你别再伤害自己了。这世上没有水浇不熄的火。水熄火，火融冰。水火自古不相容，唯一的例外，便是九旗的水火之力。我要尽力，让我的火灵被水浇不灭，方能与水灵合二为一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可你如此急功近利的修行，每每历尽艰辛，才修炼出一点成果。这些冰浇下去，你将从头再来。云墨哥哥，不若徐徐图之。本来九旗的火灵就没有那么容易修炼出来的。放在以前，修炼个几百年又有何妨？可现如今，大仇未报，门外强敌虎视眈眈。我需尽快修出火灵，重获水火之力，这样才能攻克强敌。还没有消息。回帝尊，下界都已经搜遍了，夜兰山人去屋空。我们在北海一带找到了玉云州，但将北海彻查，还是没有他们的下落。玉云州停在北海，只不过是声东击西的小伎俩。陶子期呢？还没有消息。还没有消息，那就是被困住了。把太优找过来。是。为何一直不告诉我，应渊就是少主，还要杀他？别忘了，你曾发誓永远效忠尊主，复必修罗全族。我是在帮他，他沉迷于情爱，怎当大人？必须经过磨砺，方能接过父族大业。那怨刃之刑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你怕是根本不想富足，只是想利用我们实现你的野心。
真身在何处？你当真生了凡心？枉我这么多年来，一直信你，听你使唤。就算你修得乾坤引又如何？应渊身怀尊主血脉，你敌不过他的。参见星君，这些都是我们燕望川星主精心挑选，送入神官陵的祭品。吓到星君了，请星君降罪。不是你们叶望川怎么回事？连鱼都造。回星君，这是我们叶望川极名贵、极珍惜的3尺礼。行了，你们走吧。放行。我没事。仪藏，多谢你了。天兵排查如此严格，若不是你帮忙，恐怕这神官陵我们也进不来。咱们做了800年的朋友，你开口，我自然义不容辞。况且，从前冥王暴虐成性，多亏了银元帝君出手制裁，我们叶望川众生一直记挂这份恩情。众善缘结善果，过往种种，不必再提。3位去探查吧，我守在入口处，定掩护各位安然下界。多谢。是不是他？一会儿便知道了。是新月形状。芷溪曾经告诉过我，在创世之战当中，帝尊为了拯救上古彝族血鹰，曾用神器新月刃剜下了自己的血肉喂鹰，血鹰一族才得以保存。可他身上的伤口却永远无法愈合，形状宛如新月。这是帝尊割肉喂鹰留下的疤痕。这具仙身是他。天帝的仙身被人施了傀儡术，假作还清藏在此处。如此看来，真正的天帝恐怕早就已经……那么现在的天帝就是还清本人了。究竟是何人，能如此瞒天过海？修复结界那日，帝尊曾抽出一缕元神阻止我入魔。如今仙身还在，元神尚存，我一定可以将帝尊复活。若帝尊能够被救回来，那还清的罪便可以招人若阶了。
帝尊，帝尊，应渊，吾守护了一生的秘密，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是还亲吗？原来是我错信了他。从一开始，这一切都是我知道的太迟了。奸人狡诈，这不能怪你。你是一个称职的帝君，如果你母亲在世，会很欣慰的。我母亲？不错。这九重天上，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修补上世元尊留下来的天魔结界？因为上世元尊冉青，就是你的生母。刃魂剑来！你母亲自爆元神的时候，震碎了玄烨的转息轮，转息轮的碎片就藏于刃魂剑中，其中保留了一丝残意。你母亲与玄烨的恩怨过往，便在其中。修罗族屠戮他族不义不公，若尔等再不停手，便是与我神族为战。没事吧？多谢相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自己在这里？我出生后便阖家丧命，四处流亡。我没有名字。冉青，修罗族挑起战火，那是迟早之事。此子身份不明，怎可长留于九重天？他生于祸乱，家人聚散，身份自然无人可证。我已探过他的妖缘，只是个灵力微末的妖族。若把他放回蛮夷，怕是必死无疑。修罗族士兵所到之处，从无活口。他如果真的灵力微末的话，怎么可能活着等你去救他？
我赴战场便是为了救人，若因怀疑、怯懦，罔顾一人性命，谈何慈悲？冉青，好吧，我知道你宅心仁厚。这样吧，我传他些许神力，让他足以对抗普通的修罗族士兵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让他下界吧。能留存性命已是万幸，我不会得寸进尺贪图神力。冉青上神本是好意，我不应该让你为难。对了，这是给二位上神刚刚泡好的茶点，请二位慢用。上神，帝尊，小心啊，没伤到吧？没事，是我自己没有端好。帝尊，是我鲁莽了。这段时间，多谢上神相救，我愿即刻动身下界。冉青，你如愿了，别人逼我，你也入室。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碰到他，他在做戏。他伤势未愈，我送他下界。那我与你同去。不必了，仙神两界还需要你诸多照料。普天之下，尚无人能伤我分毫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上神，我是妖族，我们终有一别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修罗族野心勃勃，几次三番前来挑衅，所以那些仙神才疑心甚重。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你身怀天下安危，当以大局为重。只不过我常见你，彻夜讨论兵事。我本想着，或许能帮你些什么，只是没有这个缘分了。应渊，这天星台我为你上过一次，绝不会再上第二次了。沉香燃明灭，回血散不尽，前尘空断肠。相思了无益，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
哎，此乃上古彝族四叶汉诞中留下的唯一血脉，碰不得。仙君，这株普普通通的花，当真能治愈万物？千真万确。不仅如此，只因它们乃同根而生，两朵花之间互通灵气，比普通的四叶汉诞灵力更甚。不然，帝尊怎么会设此瑶池盛宴，相邀着妖魔冥三界之人一同前来观看呢？基督星君，你与应渊帝君关系向来要好，可知此次宴会他是否会来？哦，应渊君向来性格冷僻，定是不愿赶这番热闹。此刻八成躲在宫中饮茶下棋呢。诸位，再过几日，便是我们魔界邪神万寿诞辰。此等宝物，正好作为仙界给我们的好贺礼呀！啊！说话，长老。哎呀，我得元帅。说话，长老。邪神虽然也是上神，只不过才刚10000岁啊！不，要过几天才满岁。我们仙界随便拎出一位上仙，年纪就比他大，一个小娃娃怕是受不了此等好物。别吃了上火，回过头来又来骂我们的不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呀！我的元帅，你身为堂堂仙兵总管，说话竟然如此无礼！竟敢折辱我邪神殿下！这朵花，本座要定了。帝君，变天了。
望断花开时，此茶饮之最佳。帝尊可待妖魔冥3界，所奉天条，迂腐之至。6界早就该易主了，妖界、魔界之人早就有怨言，只不过他们胆小怕事，不敢跟我一同殊死一战。你乃魔界长老，却置魔族于不义。魔族若有怨言，邪神定会亲自来与帝尊商讨。还是说今日之举是受邪神所役？此事乃我一人所为，与邪神殿下无关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本君不会杀了你。回去告诉他，创世之战后，6界缔下了和平之约，魔族可以出尔反尔，但仙界言出必践，不使瑶池染血，亦不使6界染血。说得好！参见帝尊。 6界之中怀有2心的，只是沧海一粟。吾相信，有应渊帝君在，定能保我6界太平。我们冥界敬服仙界，绝无2心。利剑断，莲花开，这正应了6界交好、止戈霸舞的愿景。 今日莲花一开，此2人化为人形，实乃祥瑞之兆。应渊帝君，此2人乃是你所救，那他2人的名字，就由你来取吧。满庭芳止，万曲一收。岁华如昔。 神话幽童，姐姐叫做芷溪。欢颜如烈，悲苦如疾，浓尽必哭，淡者履深。妹妹，颜淡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？严蛋，严蛋，快起来，赶快把我们营的法器藏起来，你姐来抓你了。我姐。芷溪仙子，严蛋呢？他不在啊。唉，不愧是我姐，一眼就揭穿了我的法术。我说芷溪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妙法阁掌事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有何贵干？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难道你想一直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仙士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明白明白，我是鲛人族，能够飞升成仙，管理这偌大的藏书阁已经是荣幸之至了。你们姐妹俩好好聊。北冥仙君让我去找那个东海水族戏略，哎，我先撤了。姐，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妙法阁的副掌事了，可若没有我们这些小仙士进进出出的，你们的工作也不方便嘛。你少贫嘴了，快说，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我实在是对那些仙法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严蛋，你要知道，陆明只能做个小仙士，那是因为他是妖族成仙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天生仙胎，身负着众仙的厚望，而且你的慧根和灵力都远高于他人，你就不能争点气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些爱嚼舌根的小仙，为了此次考试，特意开下赌局，就赌你能不能通过考试。嗨，没关系，我们四爷汉旦一族有你就够了嘛。芷溪你呢，聪慧勤奋，而且出类拔萃，仙途光明，你就好好努力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啦。少乱用成语，是真的，芷溪，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以后我就指着你这个靠山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就可以做一个废物的小仙士了。芷溪仙子，妙法阁掌事身边的婢役找你，说是关于贺典的事儿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呀，既然你对仙界不感兴趣，那你平日里就看一些修习仙法的书籍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找你那肯定是大事儿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晚点再来找你。不用担心我了，去吧去吧。吓死我了！你姐要知道开设赌局的是咱俩，会不会扒了我的鲛人皮，砍了你的莲花镜啊？嘘，小声点儿。干嘛？哎呀，分你的法器，拿着。不是，哪有这么分赃的？这也太少了吧？你还嫌少？这些法器多亏了我厚颜无耻才换来的，好吧？行吧。那个，你想不想开接星星大典？接星星大典是什么？就是芷溪他们妙法阁负责那个仙阶晋升贺典。你生的不巧，没有经历过。这个大典啊，每500年一次，凡有仙阶者，皆会齐聚天之角，接受4位帝君不失仙力的赐福。传闻此仪式场面，那是相当的奇美梦幻，所以低等仙士就称它为接星星大典。哇，这个听上去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那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能带我混进去了？混进去啊？不可能，天之角守卫森严，像我们这些低阶仙士根本进不去，必须另辟蹊径。恭喜芷溪姐姐荣升副掌事，如今9重天仙龄最轻的仙官就是姐姐你了。是啊，当今妙法阁的总掌事银灯仙子，据说也是到了800年仙龄才做到副掌事的位子呢。大家莫要这样说，能有此际遇，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。
长氏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你去那儿值守。长氏，那过于偏僻，怕是看不见帝君赐福了。天之角唯有晋升仙阶之人才可入的。要不是妙法阁负责掌灯，你区区一个小仙怎可入得？帝君的风姿，也不是你配瞻仰的。小仙知错了，我这就去。这焦珠镜不是你家的宝贝吗？怎么半天半个影都没有啊？你的修为不会低到这种程度吧？这还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，也是第一次用，不要着急。快到亥时了，再过一刻，怕是接仙境大典就结束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跟你一起试试吧。好，来。有了，应元君的背影。哎，怎么又没影了？你家这个宝贝也太坑了吧！什么都没看到，还浪费了我这么多修为。好歹也看到应元君的背影了，不算毫无收获。是啊是啊，应元君连背影都这么潇洒，要是能去他的宫中侍奉就好了。这9重天上有整整36座宫宇，而应元君的延续天宫难进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帝尊的玉清宫，排名第1。嚯，那这么看来，分配仙士的长氏不得乐坏了？这得有多少仙娥给他送礼啊？错，延续天宫的一切人员调动，皆有应元君的手感，不是谁想进都可以的。唉，这个小人帝君果然事儿多，仗着自己仙力超群，就如此跋扈。如今世间仅存6位上神，帝尊、4大帝君，外加魔族的邪神，应元君一人可抵100万雄兵。千百年来都是因为他在，魔界才不敢妄动。500年前要不是他，你和芷溪早就命丧魔族之手了。应元君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何如此没良心，还说他是小人？就是，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应元君深居简出，除了关系与他要好的几位仙君，外人甚少能瞻仰到他的尊容。哎，颜淡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瑶池是我们的家，如今这是要去何处？姐姐，我们换人了，不能再待在池子里。日后要去哪儿，怕是要问他了。四叶汉淡灵力不凡，若出双生，必定一强一弱。你身体弱，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。速去天医馆稳固仙灵，不可耽误时间。仙家一直讲究魔力修行，未来如何，全凭个人努力。你不必沮丧。姐姐才不弱呢，为花时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？快向他道歉！你这小人！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形，就见了那么一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，哪里还记得？再说了，现在天规明令禁止神仙们不能动情念，我看你啊，趁早放弃吧，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。
妹妹好吃懒做，姐姐假公济私，你们还真是九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。严旦在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当差，一向认真，从未犯错。虽然他仙法低微，但他痴心纯正，率性真实，并非长师口中这般。长师平日里怎样说我都不在意，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。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师就能如此和我说话。要不是思璇出了事，就凭你自己，再过500年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思璇总长室一向待下宽和，对你也十分照顾，而你竟然告他触犯情戒。如今你坐上了他的位子，午夜梦回可能安心。他德不配位，触犯天条，我取而代之本就理所应当。你再不忿，也得忍着。妙法阁如今我是长师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仙阶的副手，而我前身便是帝尊案前的灯芯。升仙阶时，这仙殿更是应渊帝君为我亲手锁点，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差别。帝君的仙力，哪怕微小如尘屑，你也不配拿。把里面的东西倒了。帝君，这些仙尘落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仙子们值守一夜，也甚是辛苦，拾取一些作为纪念，也无伤大雅。帝君，天条有言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仙子本该安守本分，恪尽职守。银灯身为长师，只得以律管理，并非是刻意为难。天条并未写明，只是仙子不可失去仙尘，长师无需太过教条。是，谨遵帝君教诲。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如此悬殊？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天之娇女，一个却是给北冥仙君喂鱼的低等丫鬟。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过来了。芷溪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呀？你累了吧？快坐下来歇息歇息。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见了4位帝君。然后呢？我好想成为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，希望我升仙阶时，额间的仙殿能由应渊进来点。芷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可是4叶汉旦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帝尊就说是祥瑞之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众仙子的榜样。你的出身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呢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志向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看书写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。我希望我的戏不光可以在仙界跟凡界顺利演出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。一定会的。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
我们玄心崖的仙龟每日必会被人偷偷翻过面来，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始作俑者，莫非是他？你这个小人！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心崖的仙龟？怎么，有胆量翻龟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仙号吗？想逃是不是？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仙君，仙君！我抓到那个翻龟的小人了，那他人呢？最后让他给跑了，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。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，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？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，但您想想啊，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，那我就去妙法阁了，谁还留在这玄心崖给您喂鱼啊？你要是能够抓到他，我便将珍藏的《临江四梦系谱》孤本借给你，如何？仙君，您此话当真？您吃橘子？不要乱动，我在破解棋局呢。您这是什么棋局啊？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。还不是那个应元君，搞了一个6冠局，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仙君，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，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你能破解？我可以试试啊。此局虽名为6冠局，实则是一统大3冠中另藏的3节循环，兼充无用，用飞风徐徐制之，便可破解。您可以试一下。飞风徐徐制之。好，妙！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，别的事情你是什么都做不来，没想到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啊！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，可还算数啊？只要你每天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，其他的事情咱们都好说。这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其实就是想每天能够早点来，然后提早点离开，您看行吗？没问题。其他的仙兽啊，你就不用喂了，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，你就算交差了，好吧？仙君，你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哎呀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呀呀，好了，好神仙啊！这般无师自通、聪颖非凡的小仙，着实百年一遇。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，若能加以磨练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我自知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，但是有天之娇女做靠山，照样是先生赢家。你要找谁当靠山啊？我姐芷溪啊，她马上进仙考核了，以她的实力，肯定能够顺利通过。不过通过之后，她便要下凡去历难。我听闻瑶池盛宴最佳表演者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，
我呢，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，到时候我就请求帝尊，让我代替芷溪下凡历难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下凡历难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那是有去无回？我当然知道，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差不多行了，快把这吃了。再过2个时辰，你就要去全县衙干活了。嗯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抓临江思梦。哼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躲进玄心崖，等那个番规军一来，只要他敢犯规，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。到时候我们2个2对1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你确定这样能行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走吧。哼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！哎，不是已经缠了线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番规小人，我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不叫严大。走开！世云，啊，严旦，番规军抓到了吗？我下次一定能抓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北冥仙君什么时候养了一青一白2条小水蛇啊？他们呀，才不是什么水蛇呢，而是龙。银白色那条呀，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敖轩；青色的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昭兰。龙族啊，觉得我们9重天仙界盛，所以就把他们子女送来养了。哼，你不说还真看不出来是龙。小家伙。哎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咬我！你怎么把它扔出去了？它不是龙吗？对面是莲池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嗯，这条鱼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敖轩找到了。啊，你真棒，你真棒！哎，世云，你看啊，我怎么觉得这条小黑鱼，它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呀？怎么可能？它不过是一条鱼而已，怎么可能有人的表情？也是啊。刚才是我不对了，还好我的真身是药。如果刚才真的把你砸晕了，我可太对不起你了。你还瞪我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条小黑鱼，你真是鱼黑心也黑啊！刚刚明明是我救你的好不好？等你幻化成人以后，我就好好教你怎么做人。你平日里不是不喜欢修习仙法吗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我近期为了抓到那个可恶的番规军，总得学一些仙法招式喽。那我就拿那本《仙经注集》给你吧，里面都是些入门级别的仙法，非常适合你们修习。不过你要耐住性子，一点点读哦。嗯，
谢谢姐姐。